600年数据揭秘，2026年市场淘汰赛，4张免死金牌让你成为最强生存者。历史其实藏着一个自动重启的按钮，每隔60年它就会准时被按下。丙午年就是那个让历代帝王都感到战栗的时刻，民间俗称赤马红阳节，这绝非空穴来风。南宋学者财旺陈尚书丙丁归建，统计了从秦昭襄王到后汉天福年间1260年间发生的21次重大动乱或天灾，发现这些事件惊人的集中在丙午、丁未这2年。自此，赤马红阳变成了国家的大节，政权更替或血光之灾的代名词。现在我们回顾近600年的数据后，更会发现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一场高能量的暴力开机。这股每60年爆发一次的能量，将在明年再次降临。究竟这股能量会吞噬你的财富，还是淬炼出你光明的未来？今天Simon老师不跟你谈宿命，我们直接来破解这套游戏规则，拆解2026年的通关密码。看懂了，就将是你弯道超车的起点。历史数据很诚实，火只烧易燃物。为什么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？因为只要人的惯性不改，同样的结果就注定不会变。我们往回看前几次的丙午年，就可以发现这把火专烧2样东西：陈旧的体制和腐败的权力。1846年鸦片战争后的代价开始反噬，巨额的赔款压垮了底层，这正是点燃太平天国战火前的最后隐性。1906年，大清帝国试图透过预备立宪自救，但积重难返，这场最后的挣扎反而成了一把火，烧穿了这个名存实亡的制度。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爆发，将人性的黑暗面推向了极致。所有你熟知的规则与秩序都在这一年彻底崩坏。这3个年份看似无关，其实背后都有共同的一个推手：丙午年的廉贞化忌。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其中的规律呢？丙午年的火烧的不是生机，而是腐朽，它专找那些易燃物下手，也就是那些已经败坏却硬撑着的结构。尤其是2026年，我们正好撞上了九子离火运与 AI 革命的交汇点。在这种高压情况下，易燃物的定义再次更新了。具体来说，这场火会精准的锁定这3种人：第一，还在靠过时技能混日子的人；第二，背负高风险债务的人；第三，深陷虚假关系却不敢断舍离的人。如果你刚好符合其中一项，2026年对你来说恐怕就是一场灾难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把火不只会冲击社会，更将直接决定你的资产是会缩水还是翻倍。想知道如何避开接下来的这4张免死金牌，请务必看仔细。2026年丙午年4张免死金牌攻略。这场60年一遇的淘汰赛，我们要凭什么留下来？答案就在丙天干给出的4组通关密码。只要具备这4种特质，你就是2026年最强的生存者。第一章，廉贞化忌，真相金牌成为最强的核心实力者。2026年是一场去伪存真的大体检，这把火会烧穿所有虚假的外壳。如果一个人一直以来都只靠关系、靠平台、靠长辈，而没有自己的硬实力，这把火会直接把那个人烫醒。特别是那些背着高风险债务或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。廉贞化忌会让这些隐藏的财务黑洞和法律风险彻底曝光。这张金牌的要求是必须拥有面对残酷真相、清理门户的勇气。
第2章，天机化权，进化金牌，成为最强的智慧领航者。这是针对活在过去成功的经验，拒绝转型的人的最后通牒。在2026年，如果还固执的守着旧专业、旧思维，是拿不到这张金牌的。这张金牌代表的是你的大脑是否愿意跟着时代强制升级。第3章，天同化禄，清醒金牌，成为最强的觉醒者。要明白天同禄带来的安逸，不是避风港，而是让人慢性死亡的精神鸦片。它让人感觉很好，但这种好只是麻痹。拿到这张金牌的人，代表已经看穿了那些虚假的小确幸，始终保持着战斗的清醒。第4章，文昌化科，深度金牌，成为最强的情绪掌控者。在火运之年，谁能掌控情绪，谁才能掌控能量。每天塞满了细碎而不连续的无效资讯，随波逐流是拿不回这张金牌的。这张牌代表的是你是否能拿回大脑的主导权，在混乱中看清未来的路。改运指南，如何主动突围？那么重点来了，该如何拿下这4张金牌？如何改运呢？我们改不了天气，但我们可以改变体质。与其被动的救火，不如先一步把局给布好。请跟着我们做这4个动作。第1，主动清理易燃物。请翻开你的命盘，找到流年的廉贞化忌落在哪个宫位。如果是落在6个我宫，2026年请主动切断那些低效的社交、不健康的成瘾关系，或是已经腐败的人际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请务必在火运来袭之前，重新配置资产，清偿或降低高风险的债务，主动求变。火能助你炼金，被动的等待，火就会烧成灰烬。第2，强制升级应变力。未来的竞争力不在于资历有多深，而在于转弯的速度。别再固执的守着旧工具了，现在就去接触 AI 的工具，去理解新的创业逻辑。这张金牌是靠动起来拿到的。当你走在变革的前端，这场火就烧不到你。第3，戒掉精神鸦片。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离开舒适圈，请诚实的检视，你是否正躲在某些无意义的小确幸里逃避现实。改运的第1步就是停止催眠自己，与其追求虚假的安稳，不如主动找点有难度的事情来挑战，让自己保持在微热的战斗状态，才不会在温水中被煮熟。第4，重拾深度专注力。当外界情绪高涨，网络口水满天飞的时候，请反其道而行。每天给自己1小时关掉手机，去读经典、冥想、静心。当你不再被碎片化的资讯牵着鼻子走，你就能用这份冷静消融2026年的燥热，成为混乱中唯一看清全局的人。历史会重复，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选择随波逐流。同学今天看到这支影片，则是已经拿到了防护罩。很多同学会问，这把火具体会烧在哪里？简单来说，看流年的廉贞化忌落在哪个宫位。落在财帛，烧的就是你的钱袋子；落在夫妻，烧的就是你苦心经营的关系。不知道怎么看的同学，就先去留言区观看置顶的说明吧。面对熊熊燃烧的丙午年，同学们还想知道这把火会点亮自己的哪一个宫位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流年字画落在哪些宫位，老师会挑几个具代表性的留言为大家解析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。喜欢这一集的朋友，也要记得按下你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的频道。命理不神秘，了解就有力。我是 Simon 老师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喽，拜拜。